花莲县秀峰乡是台湾有界山体，差不多民国60万年界下供应千好。今那系套丰田都有70万件嘅肉加工厂，每到本后台人来认识列团历史，列下有花莲当地嘅好教，带等细人对养肉、农肉带到实际参加，来了解自家列本土地嘅故事。来看记者林秋玲、龚聪明嘅报道。各位知道这叫什么溪吗？白豹溪哦，这条溪其实它是到这边来已经叫做老溪了。哦，对，那各位我们都说白豹溪嘛，其实也没错。怎么说呢？因为白豹溪在上面那边汇流到我们老溪。那各位知道为什么这条溪叫做老溪吗？新鲜嘅好巴水，看下去直接就看得到大下嘅石鼓老石个。来到花莲县秀峰乡嘅第二条河坝为来清薄。那它有2座，一个叫西老老山，一个叫老老山。那我们的白豹溪跟老溪就全部都是发源在那个地方。那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地质变化，所以这些有时候山崩啊、土石流之后，这些玉石就流入我们的溪床。顺利两条河坝向上接去，就系台湾有界山体。到今改变还有东多嘅玉石。那当时民国50几年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廖学成，哦，就是成功大学的廖学成廖教授，他们来这个地方踏勘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绿色的那么透，那它是不是一种玉石？他们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一种玉石，叫做闪玉。那它跟和田玉都是同属于软玉的一种。虽然空气做出一件唔采玉石的，不过来到遐还係有機會，也嚟到正嘅玉石。我曾經帶朋友來這邊撿，他還撿到一塊價值初估應該有40-50萬，而且快10年前的這麼漂亮的台灣翠玉，它都很翠綠，像那個葉子剛長出來一樣，那麼嫩綠這樣子，而且質地超好。但是到現在就很難再去找到這麼漂亮，因為大家都來這個地方撿，哦，就來這邊玩，然後就慢慢撿走。那當然台風過後，可能還會再沖刷一些下來，但是那個數量也不比以前那麼多。這一塊是不是石棉啊？白色。對，它含有石棉的成分，所以你看它有那種滑石，對，滑石的感覺，對，而且它重量比較輕。兩日花蓮國風國中嘅安道先生，突然就去學生哥來到秀峰，為來上一節玉石課，還強動玉石專家來教細路哥用個本玉石。綠色的目標為原則。那上一次上課的時候，我有跟各位說什麼？我們玉石有一種天然的光澤，對不對？各位在撿的時候，你不要每一顆撿到的石頭，然後全部都拿來問我說，這個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這個是不是？其實我們撿石的目標也是要讓各位去分辨一下，什麼樣是石頭，什麼樣是玉石。那這一顆呢，它就是比較偏向於那個叫蛇紋石，因為畢竟同學平常就是學習我們學科上的知識嘛，那對於這一些東西，他們平常是比較少接觸到的，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所以學校很有心，刻意去安排這個，然後讓那個學生呢，對我們那個玉石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第二個水準的那種叫做蠟光，可是它就這麼小，你要怎麼把它弄出來，對不對？對。如果說你整顆都是這樣子，哇，那不得了，那可以磨幾十個貓眼，那價值就很高了。因為我們是花蓮地區唯一一個國中有設有美術班的班別的學校，然後因為教育部每年它都會有一個計劃叫做亦師亦友藝術才能班的課程，它可以跟在地的文化去做結合，所以我們每年都申請這個計劃，希望說帶着學生可以就是到我們在地的各個就是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的一些產業啊，或是藝術啊、藝術家這些去做一個課程的連結。所以今年我們就是安排了學生到我們這個壽豐田這裡來做魔芋的體驗。自
来动动手，选一下哦。风雅非主性该加工加泡出系数风机，见到了解，基础为转到数风。讲起就成日那个世界，丰田用产业嘅好工具，佢很系人上动心。小时候我们都会常去翻阿公阿嬷他们有一些小零钱盒，那个小零钱盒可能一打开，里面就是一整把的猫眼玉。那猫眼玉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好像很珍贵，因为它其实它的材质纹路都很有特色，然后而且很漂亮。但是我们就是那个东西多到，就是我们把它拿来在地上当弹珠在玩，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荣景大概就是随手都可以可得那种就是加工，甚至是准备要外销的那些玉石加工品。做成日那世界嘅艺器，竟然系做在那里卖钱为微笑嘅用啥，食材系东南想象。定用啥产业没落过后，两下嘅小朋友就喊那冇嘛机会了解得到透过该张演推嘅故事嘞。因为就是寿丰这边，它其实在很早以前，除了它从日据时代，然后一直到现在，它其实都一直有很丰富的一个文化背景存在。那因为产业的没落，其实我们会希望说，小孩子可以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然后对于过去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产业，然后慢慢的现在转型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推广或是观光取向的一个发展。然后也知道让他们知道这样子一个脉络。我知道它为什么它会有上面会有金金的感觉，因为它里面含有石英，所以它会有，因为石英是六方晶系，所以它光线会折射，所以它就有那种反光的感觉。对，你看不要那么暗色的，不要绿色系，但是不要那么暗色的，有可能就是。再来就是它会不会透光，会透光，然后很温润，它就是台湾玉。面头前俩贵钱贵万家嘅石鼓。到底哪种才很有个呢？这个是蜡光，你看它的手感有一种滑滑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磨过，它就滑滑的，跟这种有点不一样，有没有？对对对，那这一颗的质地就是这种蜡光玉变，它的质地，但是它的叫做这个透闪石的含量更多一点，这个不错。这个留着，这有机会哦。不错哦，有机会哦。我跟你讲啊，这块有机会，你看哦，你看这一块质地真的不错哦。对啊。我看哦，那你看。哇！所以好好留着，好好留着哦。太简单，痛爆。那个夹缝里面。大部分专家欣赏嘅大量，随后个经验研究心得，发电人提醒冲掉，好像个单带地发电时。其实李淑凤还有直接的，大部礼拜谈访嘅机会，希望记得为很了解发电采体嘅产业老历史。那在地的玉石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我们的东海岸玉石，它是在海边的，然后还有东海岸山脉。那另外一种玉石呢，就是我们这边台湾玉，以前叫做丰田玉。那它的产地的重镇也是在我们客家的重点地区，叫丰田，那边都很多客家人。那当时几乎丰田都是以台湾玉为生。民国60年前後，係豐田玉貢獻最後嘅時期，長係啲豐田除咗70萬件嘅玉石加工廠，不過產業沒落過後，就啲講都屬於內地，後代還有一件轉型做田業工坊。呢度咧唔單強了解到台灣玉嘅故事，還做得自家來弄玉石。真的重哦，真的有点重，其實要2隻手哈，比較重一點。因為玉的比重，玉石比重比較高，所以它重量比較重。我們從之前的家庭式的，然後把它移到外面做一點休閒式的方式來做，這樣大家可以來體驗看看。又會有一些土、一些粉塵在上面。那這一塊也是原石，我們採礦的玉石會是這樣子的放大版，採下來，切開之後。再来看里面可不可以做东西。以前就是走这边的时候是不知道这里有在做玉石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教育的活动，然后今天就是进来，然后就认识了很多玉石不同的对
然后就是不同种类的玉石，然后也知道以前就是他们在挖矿的一些辛苦之类的，所以就是对这一方面就更有一些基础的认识。对，因为一般我们就是比较知道是那种大陆那边的什么和田玉啊，或是国外的缅甸玉都很漂亮。对对对，那我觉得台湾产的玉，真的还很特别。对，所以想说，可以看一下，爱台湾。对啊，想要如果出国交流的话，这个就可以送人家。从广东中就各种各样嘅玉石，突然以下論意思，有嗰個種類，韓國幾形容嘅顯示呢？最重要嘅係韓族的天然做一個農石師傅。我們這個要磨的是這裡所以我們是兩邊這樣子拖着走下來，貼到它，用貼的這樣滑到上面。小朋友他的亮度都會磨出來，來妹妹來這裡。官方先準備好各種冇強用朝鮮嘅版新品，頭次加一間玉石過後，後背還會個碗罐，一罐一罐甜甜嘅來弄玉石。那你要平面的，要這樣子輕輕的這樣轉，轉成圓弧，像這邊，手不要碰到就好了。好的，你手可以靠住這邊，要小心，慢慢的。我们玉不走不成器，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得出来。不走不成器，对，没有排代表防御。这个地方就会或者烧排，可以看一下，知道有没有漂亮。好，来，老师来，谢谢，漂亮。我们就看他电视台，老师漂亮。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还蛮多图案的，然后我觉得如果要做项链的话，好像不能太高调，我想要小小然后很可爱这样子，但是我又想要有点造型，就不想要只是一个圆形啊，或是简单的图案，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叶子。然后师傅又跟我说，它可以刻叶脉，然后觉得，如果叶子有叶脉的话，它好像比较有那个生命力。就是我发现，其实，在玉石这方面，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就是它算是蛮平易近人的一种工艺。然后我发现，就是它坐落在寿丰的乡间嘛，所以也发现说，在大自然的地方，然后也看到就是玉石的来源，也介绍了他们玉石的种类，也让我对于玉石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以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带外地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体验。以前知道寿丰有玉石吗？有，但一直都没有深入了解的机会。因为学生他是初学者，他也很认真要来磨这一块，他属于他自己的玉。那自己来磨，其实感觉不一样，很多都是第一次。因为在砂纸的时候磨的时候，可能比较有感受，因为它磨下去就会亮。它的感受，它就是惊叫声、那惊讶声是在那边发现的，不是在出磨的地方发现的。那我所知道的是，在周边很多学校，甚至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说，慢慢的把这样子一个我们在地的一个玉石加工文化，然后可以慢慢的推广，所有我们自己本地的孩子们可以认识得到，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机会，甚至我们在艺术上的推广，可以让全台湾各地，甚至是那个世界的观光客都可以有机会来这边体验这样。市場嗰邊一件加工廠都收睇嚟，新紅嘅工廠也做出一件冇採用上嚟，讓學生兒帶出教師行業故事嘅發生題，上直接玉石課，重心去聽、去看、去聽、去感受，希望腳下兩地土地嘅故事唔會冇睇，會繼續傳下去。